这些人全都是奥特曼。27万年前 M78 星云的太阳突然爆炸，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于是光之国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了等离子火花塔，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太阳。然而等离子火花塔的能量太过强大，直接让人类进化成了奥特曼。面对力量的诱惑，一位年轻的奥特战士终归还是没能忍住，被等离子火花的能量反噬，迷失了自我。光之国最终将他流放在了宇宙的尽头。碰巧的是，他刚好遇到了雷布朗多星人，而雷布朗多拥有操控怪兽群的能力，他一直都想报复光之国，正好现在机会来了，自然不会放过。就这样，黑暗贝利亚诞生了。他面前悬浮的终极战斗仪是能够操控100只怪兽的恐怖武器。之后，贝利亚大闹光之国，根本没人挡得住他，即使是昔日的战友奥夫也不行，被黑暗贝利亚单手打退，还被他用战斗仪发出的小火球轰飞了。关键时刻，奥王现身了，他直接伸出双手控制了贝利亚，然后将其举到半空中，把贝利亚封印在宇宙监狱里。不久后，又有一位年轻的奥特战士被力量所诱惑，就像之前的贝利亚一样，还好赛文及时制止，才没有让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可年轻的赛罗不仅不领情，还对赛文出言不逊。很快，斯奥赶了过来，并上前逮捕了不成器的赛罗。赛文对此非常心痛，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。于是赛文把赛罗托付给雷欧教导，希望能让他明白强大的力量所带来的责任与使命。另外一边，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奥特曼来到了宇宙监狱，守卫发现异常后想要阻止，结果瞬间就被炸飞出去。他直接来到监狱内部，并变回了原本的样子。原来这会是扎拉布星人，他直接举起手中的战斗仪摧毁了封印，成功释放出了贝利亚。无知的扎拉布星人妄想和贝利亚一起统治宇宙，不料贝利亚拿到战斗仪后翻脸不认人，直接一棒子把他拍飞，对在墙上就把他送回了老家。就在贝利亚庆祝自己重获新生时，几道光线射了过来，是泰罗带领的宇宙警备队赶来了。即使被6奥围攻，贝利亚也丝毫没有压力，毕竟是奥夫那个年代的强者，再加上手持战斗仪，很轻松地放倒了5个奥特战士，也就泰罗还能勉强和贝利亚过上几招。但不一会，终究还是被踹飞了。当泰罗起身后，直接用出了绝招斯特里姆光线，可惜被贝利亚一个侧身轻松躲过了。泰罗不甘心，径直冲了过去，抱着贝利亚一同坠落到光之国。而这边的奥特战士们早已严阵以待，贝利亚单手提着泰罗，然后挑衅似的将其扔飞。众奥忍不了了，直接冲上去围殴贝利亚。可在强大的实力面前，人数似乎已经不重要了。奥特战士们接连被打飞，有的想远程攻击，结果被贝利亚拉了个女奥当挡箭牌。我说贝老黑，你这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活该玛丽当初不选你。战斗仪在手，贝利亚以今日不同往日，仅仅随手一挥就炸飞了一群奥特战士。梦比优斯和希卡利忍不了了，冲过去拿剑劈他。即使他俩配合默契，依旧不是对手，几个回合就被对了回去。他俩冲过去的方式和攻击路数一模一样，不愧是一对好基友。可惜学艺不精的梦比优斯被擒住了，然后贝利亚发出闪电击飞了希卡利，又把梦比优斯推到自己面前，用战斗仪甩出一条闪电鞭捆住他，直接把梦比优斯扔到了外太空。一旁坐镇的3位大将绷不住了，和贝利亚扭打在一起。这小披风甩得还挺像那么回事，像是有 buff 加成一样。3奥一开始把贝利亚打得有点懵，于是他跳到了建筑壁上，3奥只好扔掉披风上去迎战。可没了披风后，3奥完全不是贝利亚的对手，顿时落入了下风。贝利亚瞅准机会，直接一棍子将2奥打飞，从高空掉下去摔成重伤。佐菲见状，使出了 M87光线，贝利亚腾空转起大风车抵挡，然后一脚踹在佐菲胸膛上，重重砸向地面。无敌的佐菲就这样倒下了。气焰嚣张的贝利亚用战斗仪放出闪电摧毁附近的建筑，让年轻的奥特战士们陷入恐慌，感觉玩够了，就转身走向了等离子火花塔。正要进去，3奥就拦住了贝利亚，他们联手放出合体光线射过去。可这时的贝利亚实在太过强大，轻轻一推就把攻击反弹回去。3奥被打得人仰马翻，得到等离子火花就等于获得无穷的力量。这一刻，贝利亚足足等了数万年。就在他伸手时，奥夫出现打断了他，想要劝回曾经的伙伴，但这一切终究还是徒劳。入魔的贝利亚率先出手，单论格斗技巧，阿健还是略胜一筹。但贝利亚手中的战斗仪可不是吃素的，在一波对拼中，贝利亚一棍子打在了奥夫的肚子上，仅此一击就让奥夫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就在他释放闪电时，泰罗赶来挡下了攻击，至此再也无人能挡。贝利亚如愿拿到了等离子火花，顷刻间，整个光之国开始暗淡无光，尘烟四起，众奥们纷纷被冻成了冰雕，只有赛文和初代侥幸逃过一劫。贝利亚看着眼前的奥夫一家，决定不干掉他们，而是让他们亲眼看着光之国覆灭，简直太可恶了。待贝利亚离开后，泰罗用火焰覆盖全身，径直冲向了残留的一丝光芒，用自己的身体守住这最后的希望。失去了光，奥夫和奥姆很快也都成了冰雕，而先前被甩到太空的梦比优斯，此时正好挣脱了束缚。可当回到光之国后，一脸的奥特蒙圈。这时他的耳边传来了众奥的声音，要想解救光之国，就得去找那个和贝利亚拥有相同遗传因子的人，他拥有雷布朗多星人的血脉，能够操纵怪兽。之后，梦比优斯拖着重伤之躯找到了雷，并成功说服了他帮忙拯救光之国。等离子火花塔内，未来、早田进、朱星团3人利用奥特念力引起了最后一丝光芒的共鸣，成功获得了变身的能量。对于重铸光之国荣光，3奥义不容辞。而此时，贝利亚已经展开更疯狂的计划。贝利亚看着空中悬浮的怪兽灵魂，直接把等离子火花插在地上，利用强大的能量将它们引导下来，然后用战斗仪猛砸地面，发出一道能量波向四周扩散。那些原本死去的怪兽竟直接从岩浆里钻了出来，怪兽大军至此成立。接着，贝利亚高举战斗仪，将怪兽们全部吸收进来，每个都有豪华大单间。就在这时，3道红光落在了他的面前，是赛文他们赶到了。贝利亚看着面前的雷，并对他说：“我们是兄弟啊，都有雷布朗多星人的遗传因
英子。雷只是淡定地回了一句：“你这个街溜子太丑，别说认识我，丢人。”贝利亚顿时就怒了，直接用战斗仪召唤出了怪兽大军。赛文转头看向梦比优斯，让他赶快去拿等离子火花。雷控制哥莫拉在一旁掩护，赛文和初代则是正面吸引火力。讲道理，被雷控制的哥莫拉是真的强，特别是这招倒挂金钩就很灵性了，估计是在马戏团里练过。赛文和初代作为老牌强者，实力自然是没话说。刚开始两奥都比较生猛，但时间一长就显得有些力竭了，毕竟上了年纪，体力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雷这边也遭到了围攻，但他丝毫不慌，直接变身，完事后还不忘嘲讽一下对手。不过他确实有这个资本，1打4毫无压力，随便踹飞一个，直接让他原地爆炸，很快就解决完了4个对手。贝利亚见状，动起了歪心思，一巴掌就拍飞了雷，并在他的体内注入了黑暗能量，激发了雷布朗多星人遗传因子里的斗争本能，让雷彻底失去理智。一旁的哥莫拉也暴走了。贝利亚的阴谋得逞后，就蹲在旁边看好戏。暴走的哥莫拉直接单挑3奥，先是甩飞了梦比优斯，然后又甩飞了初代奥特曼。他的目的是想干掉赛文。一记大招过后，赛文倒下，被打成了重伤。就在这时，宇宙街六子戴拿和盘龙号前来支援了。戴拿直接冲向了贝利亚，而盘龙号里的众人打算先唤醒黑化的雷。他们紧紧抱着雷，诉说着曾经一起经历过的往事，然而都被雷给甩飞了。队长忍不了了，直接一拳打在雷的胸口。好巧不巧，竟然成功唤醒了黑化的雷。此时贝利亚也擒住了戴拿，看到雷清醒后，就发出了一道闪电。关键时刻，赛文为众人挡下了这一击。他知道自己快要去西北了，于是取下头上的头标，用尽最后一丝力量扔出去。做完这一切，就安详地倒下去。另外一边，正在接受训练的赛罗看到了飞来的头标，他不明白头标为什么会飞过来。这时奥特之王伸手读取了上面的信息，然后告诉赛罗：“你爸在向你求救。”赛罗一听，立马就赶去支援。当他来到战场后，直接抱着赛文飞到高处，看着面前歇菜的赛文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对怪兽们展开了复仇。他甩出头上的2把飞刀，在怪兽群里疯狂收割，再发射出光线，又干掉了好几只。他接住飞回来的头标，使出李白的一技能，瞬间干掉面前的6只怪兽。解决完这些喽啰后，报仇心切的赛罗很快就找上了贝利亚。修行归来的赛罗今非昔比，近身格斗技巧更是得到雷欧的真传，直接压着贝利亚打，简直不要太帅。紧接着，赛罗将头标放在胸口，发射出了赛罗双射线，直接把贝利亚打飞，落入岩浆之中。就在众奥庆祝这场战斗的胜利时，突然无数的怪兽灵魂飞向了岩浆内，很快贝利亚就变成了贝留多拉，由100只怪兽合体而成。众奥在他的眼里就像是蚂蚁一样渺小。为了尽快解决战斗，贝留多拉射出了无数的毁灭光线，但就是一个也射不中，估计是导演不让。倒在地上的雷看向了面前的战斗仪，顿时有了想法。既然我和贝利亚都有雷布朗多星人的遗传因子，他能控制战斗仪，那我应该也可以。于是雷把自己的力量传输到战斗仪内，和贝利亚争夺怪兽的控制权。赛罗趁机吸收等离子火花的能量，将头标合2为1。众奥见状，全都使出看家本领，轰向了贝留多拉，为赛罗创造机会。赛罗飞到贝利亚的面前，用等离子火花能量合成的武器干掉了贝利亚。一阵爆炸过后，这场战斗终于完美落幕。赛罗将等离子火花带回了光之国，恢复了光之国往日的生机。被冰封的众奥也都恢复了原样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贝利亚并没有在那场爆炸中被炸死。故事最后，贝利亚猩红的眼睛亮起，而这一切仅仅是故事的开始。